通过最近2年的发力，我国造船业顺利地击败了数个竞争对手，彻底稳固了自己世界第一的位置。而就在我国造船业不断夺得新成就的同时，作为我们在造船上的传统竞争对手，韩国人却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当中。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我是虎妞。最近2年，由于世界公共卫生事件的原因，以及一系列地区冲突导致的世界格局变化，造船业又重新进入了景气周期。不管是交付量还是订单，都在明显上涨。而这一轮周期当中，收益最大的也就是我国的造船业了。通过最近2年的发力，我国造船业顺利地击败了数个竞争对手，彻底稳固了自己世界第一的位置。世界各大船级社发布了上个月世界造船业的订单新增情况。从统计结果来看，我国的造船企业总计获得了上月订单当中的 76%， 刷新了去年4季度创下的 67% 的记录，达到了历史新高。而就在我国造船业不断夺得新成就的同时，作为我们在造船上的传统竞争对手，韩国人却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当中。作为韩国造船3巨头之一的大宇造船，因经营困难被韩华集团收购重组，短期内是不大有竞争能力了。最近这一年，世界造船业在格局上的变化也堪称是日新月异了。去年这时候，中韩2国造船业还在世界第一的争夺上打得难解难分。彼时，我国在造船业新增订单上差不多能拿到 45% 的份额，略高于韩国人数个百分点。而去年4季度的时候，我国的造船业在新增订单上就已经拿下了超过 60% 的规模，将韩国甩在了身后。今年更是奔着 70% 而去。世界造船业的格局从10几年前的中日韩3足鼎立，到最近几年的中韩2国争雄，再到最近1-2年我们逐渐取得对韩优势，终于到现在我们拿下全球超过 70% 的份额，在这场竞争当中取得胜利了。去年末的时候，我国造船工业在完工量与手持订单量上就已经接近了全球 50% 的水平，新增订单量则超过了世界半数。随着交付量的进一步加大，以及新船订单占比份额的进一步提高，尤其是上月突飞猛进到拿下超 70% 的份额，在造船业的关键指标上，我国都将在今年完成一步关键性的跨越，那就是造船业订单量与交付量上都超过世界总量的 50%。 我国一国的造船业就超越了之后所有国家的总和，这将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大门类当中少有的一个占比在全球过半的。对世界第一工业国的我们而言，这个造船业的世界第一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航运是我国工业品的主要输出方式，也是各种能源与原材料的主要输入方式。造船业能不能拿下优势地位，决定了我们的经济命脉是否受制于人。而如今造船业能够超越世界上剩余国家的合计，那就代表着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国造船业所能支持的航运能力都足以满足我国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所需。同时，强大的造船业也是我们海军的坚强后盾，是发展强大的海军不可或缺的基础。同样的，美国人现在在他们所谓的大国竞争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根源上也是去工业化的问题。为什么同样吨位、同样技术水平的舰艇，美国人的造价是我们的5至10倍？因为我们发达的造船业基础设施省去了很大一部分船厂运营成本，是因为发达的造船业带来的高劳动生产率节省了工时，降低了生产成本。而美国人因为没有强大的造船业，船厂的日常运行维护要从军队出，船厂要改造扩建的开支也得体现在军舰的成本里。同时，因为养不活足够规模的造船产业工人和产业链，建造延误、建造质量问题等等都屡屡发生。没有强大的造船业，强大的海军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有了强大的造船业，
就能低成本的快速建设出一支强大的海军来。强大的造船业、强大的航运业与强大的海军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整体，它们都是一个国家海洋实力的有机组成。只有同时拥有强大造船业、强大航运业和强大海军的海上力量，才能叫真正的海洋强国。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目前已经有了全世界最大的商船队，有了规模超过其他国家之和的造船业，也有了配套勤务力量的我国，无疑是最匹配海洋大国、海洋强国这一定位的。虽然很多人一提到造船业这种带有劳动力密集性的行业，就说什么全靠红利，全然不看造船同样也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型的行业，是个重投资、重长期战略、重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重技术研发的工业。造船业的背后有作为支撑的钢铁、冶金、动力、机械制造等行业，没点技术，连最基础的造船用的干船坞都没法造，龙门吊等设备都解决不了，谈什么强大造船？那印度人口也多，为什么印度就没有劳动力红利啊？中国造船为什么能在今天稳居世界第一？那就是长期厚积薄发之后，有了完整的产业链，带来了可控的成本和建造周期，完善的技术能力带来了全面的造船能力。同时，中东的一些大客户还不担心政治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造船业屡创佳绩，不是有付出有回报的典型吗？当然，我们也承认中国的造船业还有短板，比如一些高价值船舶的核心技术尚且不能完全自主解决了，比如大多数船厂技术能力还比较有限，订单集中在低端了等等。但这些不都在快速的进步当中吗？以如今我国造船业的发展速度，都是很快就能解决的问题。